Hello，大家好。Hello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们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很多朋友会问我们，他们觉得米娅在各个方面表现都还不错，嗯，对，所以他们有时候都问我们一些为什么我们能够去引导啊，或者是甚至能够带领米娅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呢？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吧。我们今天主要有3个面向给大家分享。那第一个部分是什么？我也忘了。第一个部分就是家庭哦，的做对，法，我们刚刚 read 了大概8次，然后结果一开始我还是忘记了。好，第一个部分呢，就是家庭的影响，因为其实像他不管阅读或运动等等，其实我们家就是爸爸或妈妈，其实长期也都是这样子在做一个示范跟榜样给他看。那尤其是爸爸啦，爸爸就是运动就是一个非常能坚持的人。然后阅读，我们2个来说，可能都是看一些工具书，或像我自己看英语嗯，教学领域比较多，课外书好像比较少一点。对，因为毕竟我们并不是从小养成这么好的一个习惯。对，所以我们阅读其实嗯，好像还是就是觉得有需要，然后会去看，然后跟他是真的很热爱阅读会有点不太一样。所以第一个点，我觉得就是家庭的因素，就是爸爸妈妈如果可以成为榜样，那对小孩来说就是自然而然的去模仿，那就是很自然的事情。那第二点是，第二点是呢，都把它当做是一个大人在看待着，所以做任何事情我们不会局限于他今天只是一个8岁小朋友，嗯，不一定只能做8岁小朋友在做的事情。所以不管是我们在一些商业行为的一些领域啊，有一些甚至一些 business talk 啊，我们都会就像跟他去爸爸做讨论。你很喜欢聊，就是什么商业的东西。对，所以他其实常常会跟米娅聊这些很商业的东西，然后像他跟我聊，我就是一直在放空的模式。可是小孩很神奇，他竟然就是真的听得懂，然后也有兴趣跟他聊这个话题，甚至会自己去想一些 business model 跟他聊。对。可是他跟我聊这个，我就是完全就是一直在深游放空状态，就是没办法。其实真的米娅在这方面到目前为止，她也想了几个 business model，当然有些是可行，有些是天马行空。当然我们是觉得不管如何，这就是让她一个尝试跟练习嘛。甚至有一次很特别的是，她今天晚上还跟我约了隔天周六早上的时间，趁妈妈在睡觉的时候跟我约早上7点起来，然后我们去客厅的沙发区。嗯，要跟我认真的讨论一下他的 business model 要怎么做。而且他们竟然真的列了一张 proposal 计划表，然后就是乐乐等哎，就是很长，然后写的很详细。然嗯，后妈妈看到就是真的有点竟然就是小孩可以生出这样的东西，我自己也是很佩服他的啦。其实那个部分呢，就是除了概念之外，我们真的就是想要怎么确保概念是可被执行，所以嗯，从产销人发财、生产销售、人力资源、研发、财务这5大面向，我们真的有落实去想的一些计划。那他也真的跟我耗了2个小时，好好去研究，真的还让他亲手写下来。大家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可以把他手写的手写稿可以跟大家分享给分享。大家分享看一下。好，他真的还蛮认真做这件事。之后有机会对，，OK，好。这是什么？人工文性嘛，那 Rainbow Machine 主要是要做什么？人工文性嘛，就是制造原本的光芒啊，让家里或者是其他地方，像公园啊变得更漂亮。它衍生的商业用途可以做什么？也是可以帮其他公司做广告啊，然后他们就可以付我们钱啊，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拿那个帮自己拍广告。嗯，然后再来要讨论的是什么？他要怎么去生产，然后呢，还有什么？然后要销售给哪一种人，然后还然有后人是要去找什么人员去生产它呢？开发研发。开发研发它。对，然后第3个点
其实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点就是习惯。OK，所以其实从米娅很小，我就一直有跟她亲子共读。所以我也大概从他是婴儿时期，真的就开始念故事书给他听，不管他有没有听得懂。然后到大了，刚好互动就会变多一点。所以阅读对他来说是生活中很自然的事情。那当然，亲子共读这个议题，我们之后再细谈。我们就先讲，其实父母要培养孩子的习惯，真的就是要从小朋友年纪小的时候开始，因为小时候比较好控制。对，像我现在就很难控制。你也控制不了我，我根本没有这个胆量控制你，那就好。对，所以因为小朋友小就是很好控制他，所以像他中文书也好，英文书也好，他就是英文中文他自己是很热爱，所以我不太需要我去盯他。那英文书他虽然也算喜欢，可是因为中文太热爱，所以有时候就是看中文太着迷，就会转不回来。对。所以，可是我们就给他的一个方向就是每天不用多，就是20到30分钟。那一回到家，先做这件事情。那其实久而久之，他就是习惯了，每天就是一点点时间，那就是真的是细微的习惯形成了一个什么巨大的进步。对 ，OK， 所以其实他现在小3嘛。那当然跟就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啦。外面很厉害的还是超级无敌多，但是就是我觉得以他现在的，就是因为习惯而累积下来的这个能力，真的已经还不错。我们就是也是觉得还蛮什么，还蛮 proud of her。对，真的还蛮 proud of her。然后就是，所以我其实也还蛮希望之后我可以针对习惯这件事情，可以再多跟爸爸妈妈分享一下。因为我最近也读了《原子习惯》，有一些心得感想，所以可以跟你们分享。所以纵观今天讲的3大方向，第一，家庭因素，不记得了，对，感人，就是爸爸妈妈真的虽然很难，可是如果你自己是一个 model，那对孩子来说真的就是一个很好的模仿对象。你不能说你自己一直在玩手机，然后叫小孩去看书。所以第一个家庭因素，我们自己成为孩子的模范。然后第二就把他当做大人，对，不要把他想说他就是很小的孩子，其实就是跟大人一样，可以跟他沟通，真的他慢慢的就会好像越来越听得懂人话。然后第3就是习惯，就是逐渐成为习惯之后，我们就不用一直在 push 他们做这件事情了。所以这其实是3个我们家就是常年都一直在实施的一些方向，然后跟大家分享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想要补充一个最重要一点，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，我觉得我们在我们家的状况下，其实是我们让他很自然而然的认为说这件事情，因为爸爸妈妈都在做，不管从学习、阅读，然后运动，甚至一些思考等等这些东西，都是我们让他认为说，确实爸爸妈妈都在这么做，那他从小就看到爸爸妈妈这样在做，他就会很自然而然觉得哦，这就是我本来该做的啊，就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。那相对的，当他也开始了跟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他就有一个无痛的感觉，无痛的就可以去 pick up 这些东西，不会像我们小时候，其实真的都是要很。我小时候很爱看书Really？我小时候很爱看书。那为什么现在？就是长大因为手机更好玩啊。那对，所以其实我小时候也是爱看书。好，那这点应该学习到妈妈。我基本上个人就是为了一些目的去学习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会有很大的差别。所以从小让小朋友能够在这样的氛围跟环境底下，自然而然无痛的去培养这样的习惯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不要让小孩一直玩手机了，我们要培养孩子们好的习惯，然后朝着正确的方向，他们真的一点点时间，让他们形成巨大的改变。好，所以今天的分享希望大家喜欢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